公元1140年啊，金国人撕毁合约，都元帅完颜乌竹率领10万铁骑，兵分4路，大举南下。驻守鄂州的抗金名将岳飞指挥越界军北上杀敌。当年的7月，乌竹2次突袭越界军防守空虚的帅府所在地郾城，结果全部惨遭失败。那么郾城之战是宋金两国精锐部队的一次对决，也是南宋初年最为硬核的一次战役。这一战之后，从打金军内部就流传出了那句著名的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岳家军啊，从此一战封神。那么他们到底强在什么地方，又是因为哪些原因而变强的呢？慢聊两宋烟云的第20集，咱们就来结合这些问题聊一聊郾城颍昌之战。南宋绍兴5年前后啊，在瓦解了杨瑶之后，叛军中除老弱和家眷以外，大约有5、6万人的丁壮，大部分被编入了越界军。越界军由原来的3万多人一下子增至10万多人。和当时各支大军相比，越界军不但兵力最多，而且素质最好，从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抗金主力军。很快，宋廷下令更改5支屯驻大兵的军号，张俊军称为行营中护军，韩世忠军称行营前护军，岳飞军是行营后护军，刘光世军称行营左护军，吴介军称行营右护军。各支大军啊，都有军将部队等编制单位。咱们单说越界军，兵力增长2倍，朝廷命令岳飞将原来10将的编制扩充至30将，平均每将兵力在3300人左右。此后将一级编制继续增加，每将兵力则相应减少，到绍兴9年增至84将，平均每将兵力减至1200人。越界军军一级的编制至少扩充到了12个军，分别有备围军、游弋军、踏白军、旋风军、圣节军、破敌军、前后左中右以及水军。这里的备围军所有战士都经过层层选拔，是精锐中的精锐。这12个军啊，有5名统领、22名统制、252名将官分别率领。由王贵出任中军统制，提举议刑事务，张宪担任前军统制，同提举议刑事务。这是2个略有高低的差遣，相当于岳飞的左右手，可以替代岳飞主持全军事务，指挥其他统治作战。除了王贵、张宪啊，徐庆同样是岳飞最器重的统治之一，这是岳飞的同乡，也是比较早跟随岳飞的一批人，因此成为岳家军的核心人物。牛皋、董先这俩人曾经有过投降伪齐的污点，牛皋嗜酒，董先贪财，但是骁勇善战，打仗丝毫不含糊。王、张、徐、牛、董，这是岳家军中岳飞之下的5位中坚人物。10万大军连同几十万军人家属，最难的是钱粮等等后勤供应。绍兴3、4年间，越界军兵力在3万上下，每个月需要钱12万3000余贯，米14500余担。绍兴5年扩军到10万，越界军每个月需要钱5、60万贯，米7万余担。钱粮供应的数字随着兵员扩充而越来越大，这还仅仅是日常固定支出。上得阵去，想要让人出死力，光靠嘴上喊2句口号是完全不够的。即便是一身正气的岳飞，也同样认为有功必赏才能让人感恩，尽力杀敌，并且唯恐奖赏不足会让将士们失望。维持如此庞大的后勤供应，光依靠地方上摊派是不够的。为了减轻所属州县的负担，越界军也从事一些盈利性的经营。比如在绍兴4年收复襄汉6郡以后，岳飞采用营田的方式，设法招募百姓，接待耕牛、种子、农具。耕种营田收成之后，按照一定比例收租。以绍兴6年2月为例，越界军营田稻谷收入达到18万余担，以谷折米，大约可以供应2个月的军粮。为了增加收入，南宋初年的军队啊，各有各的办法。经商牟利是合法且十分普遍的现象。比如刘光世以8000人为回役，占了全军人数的1/6，1/6的人都放出去做生意，可想而知，这个收入一定是极为可观的。刘光世的生意做得这么大，但是他的军卒的粮饷仍然无法满足。普通士卒每个月发放1半钱粮，时有发生。所有经商所得，除了上下打点，绝大部分应该是装进了刘光世自己的腰包。刘光世本人因此沾沾自喜，把自己比作春秋时期的富商陶朱公。另一位军中大佬张俊同样工于经商，拙于用兵。他的部队当时流传一首歌谣，叫做张家寨里没来由，
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这里所说的花腿啊，指的是军卒们从臀部到脚上刺青纹身。那个太平楼呢，是张俊本人经营的一家大酒店。当时的岳飞啊，同样需要通过经商做买卖来维持军队开支。他任命了一个叫做李启的回驿官。这李启平时只穿麻衣草鞋，在经商这一块很有头脑，务实而且能干。根据后来的统计，经营的范围啊，包括像放债、酿酒、房租、赌场等等多个方面，每年的收入能有41万5千多贯，接近岳家军3个月的钱币支出，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补贴平时的军俸或者战时的犒赏。即便岳家军自行解决了一部分粮饷，但是驻地百姓并不能因此减轻负担，因为吏治腐败、贪污猖獗，军队搞盈利性的经营，不可能不存在弊端。甭管有没有战事发生，最难受的始终是底层民众。有宋一代啊，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后，以优厚的俸禄作为政治交易的代价，因此节度使的俸禄特别高。到什么程度呢？简单举几个例子，正一品的宰相月薪是300贯，而纵二品的节度使月薪是400贯。宰相每个月有露宿100担，节度使是每个月150担。除了每个月的钱粮，按照北宋前期的规定啊，节度使另有公用钱，名为公用，实为私有。岳飞在升任节度使以后，宋廷还给他封爵，最后爵位是武昌郡开国公，封邑6100户，实封2600户。按照旧制，每实封1户随月俸给25文。除了这些啊，宋高宗为了笼络岳飞，时不时还会重赏厚赐。南宋初年啊，财政吃紧，很多统兵节度使也拿不到全俸。岳飞的工资情况具体是多少，今天已经难知其详。可以肯定的是，凭借丰厚的收入，如果想要铺陈豪奢的生活，应该没有丝毫困难。南宋初年的武将啊，要想致富，一个最简单快捷的方法就是兼并土地。比如张俊每年光是收租就高达60万担，也有一种说法是100万担。刘光世在驻守淮东的时候呢，派专人打着官方旗号掠夺民间良田，光是这一次上报给宋高宗的就有3万亩，实际上肯定要更多。岳飞也有大量土地，这一点呢，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根据现存史料记载，他是为了安置宗族，在江州庐山南边一带先后购置了7顷88亩田，11顷96亩地，另外还有水墨5所。宋代南方的田和地啊，不是一回事，地往往是指比较贫瘠的旱地。除此以外，他还先后盖造或购置了房屋498间。这些田地房产应该有为了功成身退之后的考虑，然而这些个规模数量要远远少于同时代的其他武将。他的田产究竟是主要用于出租，或者由其宗族自耕自用，或者两者都有，今天已经无法知道其中详细。岳飞的日常生活极其简朴，平时只穿麻布衣裳，最常吃的是麦面加鸡菜。对待儿子们管教极严，读书习武之外的空暇时间，不论岳云还是岳雷，都必须下地种田，操持农务。宋代的士大夫啊，提倡清心寡欲，但是纵欲而亡的并不少。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吴玠这几个将帅呢，同样是姬妾满堂，纵情享乐。吴玠后来更是因为服用丹药，酒色过度，咳血而死。韩世忠侮辱部将的妻女，最后逼迫猛将呼延通自杀。唯独岳飞不近女色，维持一夫一妻，和李娃恩爱始终。有那么一次啊，这个吴玠的属官来找岳飞商议军事，岳飞请他吃饭。这位属官啊，看到饭菜简单，没有歌妓作陪劝酒，他感到很惊讶。回去以后呢，一五一十向吴玠汇报，说岳飞是个怎样怎样的人，他竟然没有姬妾。吴玠后来呢，花了2000贯买到一个仕宦之家出身的女子，并且置办了大量的金玉珠宝，不远千里送到岳飞府上。外界由此开始传说，岳相公纳了妾。可是岳飞呢，把这女子安置在一间空屋，两人隔着屏风进行交谈。岳飞说，我这一家子上上下下呀，身上穿的是布衣，平常吃的是鸡面。女娘子要是能够同甘共苦就留下，要是不能，我可不敢留你呀。这女娘子听了以后笑了笑，笑声里面带着些许不以为然。岳飞随后
将其又给退了回去。有幕僚啊劝说他，何不把那女子留下，正好借此结好吴大帅。岳飞说了这样一番话，说吴少师于非后矣，然国耻未雪，圣上萧干不宁，岂大将晏安取乐时耶？吴介得知这件事以后，由此更加敬佩岳飞，这是一位表里如一、高风亮节的人物。岳飞最大的嗜好是喜欢喝酒，可是有过2次酗酒误事的经历以后，他连这个嗜好也戒掉了。有那么一次啊，岳飞命令把自己私人宅库里面的所有物品，除了朝廷赏赐的金器以外，全部变卖，交付军将造弓2000张。身边的幕僚提议说这是军器，应该用官钱。岳飞却淡淡的回答说不碍事，几个渣子起得，打了工正好着急用。在一个贪腐盛行的社会，能够做到公私分明就已经极其不易。岳飞则是更进一步，所得赏赐全部用来犒赏将士，部队的钱粮周转不开，直接用自己家的钱粮顶上。后来岳飞遇难啊，秦桧派人抄家，除了江州的田地房产以外，岳家只有御赐的金玉锡带数条，还有一些铠甲兜鍪刀剑安配，钱100多贯，书籍数千卷，家里的余钱只有其节度使俸禄的1/几，可是却另有用来贴补军用的麻布丝绢3000余匹，米麦5000余斛，几乎是家务余财，显然和他的身份地位不相匹配，也和同时期的其他将帅没法比。有那么一次，他进宫朝见，宋高宗随便感慨说天下为太平，岳飞当即回答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这句言简意赅的名言很快被传颂一时，以致到了后世成了岳飞一身正气的真实写照。岳飞治军啊，向来以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闻名于世。在南宋绍兴元年，岳飞讨伐李成，途经徽州，当地有百姓控告岳飞的舅舅姚某，说他作威作福，无故骚扰民众。岳飞当着母亲的面责备舅父，说舅舅你的所作所为已经连累到我，我能容你，恐怕军情军法不能相容。老母亲姚氏也对弟弟做了一番规劝，没想到他这舅舅姚某竟然怀恨在心，转回头从背后想要射死岳飞。好在这家伙弓马不够娴熟，一箭射在了岳飞的鞍桥上，可把岳飞气个够呛，调转马头，亲自将姚某擒获，按在地上，抽出佩刀，剖腹挖心。我们常说慈不掌兵，自打建炎3年独立成军以来，岳飞的部众啊，大都是亡命嗜杀之徒，想要做到令行禁止，说一不二，在那样一个年代，只能依靠这些刀斧棍棒之威。为了维护军纪啊，有时候岳飞也会尽量要求军卒和百姓不接触或者少接触。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专人往来巡视检查军纪，有时候部众多达数万，但是市井间完全见不到岳家军的影子。有那么一次行军，岳飞发现一所新盖的店铺屋顶上缺了一片茅草，转头立刻询问店家，店家说军队从未打扰百姓，自己这屋顶上本来就缺了一片茅草。岳飞不信，因此下令追查，还真就找到一个马军，承认说自己正在店里吃饭，听说岳大帅来了，急急忙忙上马，不小心碰掉了房顶一束茅草。这个店主人全家出面为他哭泣求情，这才免去死罪，改为责打100军棍。说岳家军如果走到某个乡村啊，通常情况会露宿在民户门外，老百姓开门主动接纳，兵士也不敢进屋。早晨要启程了，屋外堆放的那个柴草依然如旧。有时候住进城里，如果到百姓家借宿，天亮以后啊，一些军士会帮忙打扫房前屋后，收拾一番之后再整装出发。岳家军中啊有明令规定，有见民价伤农工，事务受职不如民欲之类，其死不贷，取人一钱者必斩。什么意思呢？有践踏老百姓庄稼，破坏劳动果实，和百姓之间买卖不公平交易的，以及胆敢拿百姓钱财的，一经查实直接问斩。有一个兵士啊，因为拿了老百姓家里一缕麻来捆绑牲口吃的草料，岳飞追查盘问以后，立即将其斩首。还有个当兵的到市场上买烧火的木柴，对方一听是岳家军，打算少收2文钱，那当兵的是坚持不敢，
因为他知道少给这2文钱很可能就掉脑袋。经过成年累月的严格军纪，岳家军逐渐概括出了2句著名的口号，叫做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即便是财政拮据，生计窘迫，钱粮供应不足，军队吃了上顿没下顿，宁可杀掉牛马，卖妻育子，依然没人胆敢触犯军法，四处劫掠。岳飞啊，治军虽严，但是严而不酷。有那么一回啊，皮将杨贵一个兵士擅离军队，杨贵得知以后，命人将其抓捕回营，栾戈致死。岳飞赶来以后说，当兵的擅离队伍不至于死得这么惨，你应该一命偿一命。当即脱下自己的衣服，收敛那个兵士的尸身。杨贵惊恐万分，众将官是呼啦跪倒一片求情，岳飞这才勉强允许杨贵戴罪立功。在物资供应匮乏的情况下，岳飞往往特别注意抚恤士卒，经常和最下等的军士一块吃饭，这个酒肉一定要平均分配。出征打仗去，亲冒矢石，披坚执锐都是常有的事儿。有伤病者就亲自慰问，甚至亲手调药；有战死的则吊唁尽哀，妥善安排后事。岳飞的大儿媳巩氏和二儿媳温氏都是战亡将校的遗孤。人言奸计，恩威并施，小善必赏，小过必罚。因此在岳家军中养成了一种雷厉风行的军风。举个例子，有那么一天，岳飞派人前往朝中奏报军情，被派去的这名骑士走到一个江边，恰好赶上江面上风暴突起，别人都劝他说，等等这个风暴停了你再渡江。那名骑士说，宁可被江水淹死，也不敢耽误了岳相公的命令。说完，有一个人架起一叶轻舟，出没在狂风巨浪之中，好在命大，最终成功到达了对岸。我们今天来说岳飞，或许有人会认为其中有所偏颇，甚至会被认为做作。但是在军政腐败、司空见惯的古代，由于主将品格的差异、管教的不同，从而形成军队素质和战斗力的差距，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南宋初年，军纪最为败坏的是张俊军，民间称其为自在军。刘光世也差不多是一丘之貉。官军抢劫老百姓，有时候甚至比强盗还要狠毒。岳飞严明军纪，整肃军政，端正军风，不得不说是一个罕见的、难能可贵的特例。绍兴10年啊，金朝天眷3年，这年5月，金朝兵分4路大举南下，萨利赫攻打陕西，李成攻取西京河南府，完颜乌竹亲率主力突入东京开封府，聂力伯锦出兵京东路。金朝骑兵势如暴风骤雨，很快占领了不设防的河南各州县。宋朝抗击金军在接下来划分为3个战场，吴林等人在川陕与萨利赫相持不下，韩世忠在淮东路和金军相互对抗。最为关键的中部战场啊，一方是金军都元帅完颜乌竹亲率主力，另一方是岳飞、张俊、刘琦3支部队。刘琦在顺昌取得大捷，完颜乌竹的攻势被击破。顺昌战役期间，宋高宗是惊慌异常，他生怕顺昌有个闪失，因此频繁催促岳飞火速救援。矛盾的是，他又不想让岳飞趁机北伐，所以规定光州、蔡州是岳飞进军的极限。这俩地儿相当于今天的河南信阳、驻马店一带，约等于把黄河以南的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一概放弃。到6月下旬，宋廷又专门派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赶到德安府，与正在亲率大军北上的岳飞见面会晤。没想到这回的李若虚带来的旨意啊，是兵不可轻动，以且班师。岳飞断然不从，据理力争，认为应该借此机会北伐，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李若虚是个深明大义的人，主动承担了矫诏的罪名，在关键时刻支持了岳飞北伐。完颜乌竹那边啊，在顺昌吃了败仗以后，返回到了开封府，命令大将韩常守卫颍昌府，翟姓将军守怀宁府，完颜阿鲁卜守应天府。颍昌、怀宁、应天形成一个3角防线。根据敌情，岳家军开始扫荡开封府外围。6月初啊，张宪和姚正率部抵达光州，随后成功袭取蔡州。牛皋所部紧接着在京西路打败金军，随后挥师东向和大部队会合。闰6月，岳家军经过集结和准备，开始发起新一轮猛烈攻势。张宪大败金将韩常，随后成功夺取颍昌府。
留下董贤、姚正驻守。张骞自己会同牛皋、徐庆等部继续东进怀宁府，一路是势如破竹，再次击败金军，乘胜占据了怀宁府。留在颍昌的董贤、姚正也没闲着，金军韩常等人统领6000余骑，想要一举夺回颍昌府。董贤、姚正分头指导敌阵，双方激战1个时辰，金兵招架不住，开始败退。岳家军追击30多里之后收兵回城。乌竹布置的3个战略要地，转眼已被岳家军拔掉了2个。张宪指挥部队接连收复开封以南地区，另一支岳家军在王贵带领下，接着向开封以西进兵，一鼓作气攻克郑州，随后奇袭河南府。金军守将李成心胆俱裂，连夜逃窜。岳家军成功光复西京河南府，不到半个月时间，岳家军是高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开封外围已经扫清障碍。岳飞期待着张俊、刘琦两军能尽快跟上来，以便共同对完颜兀术大军实行战略决战。公元1140这一年，宋金中部战场顺昌大战的时候，张俊受命解围，可是一直前言不进。顺昌战后，刘琦是一战成名，很是踌躇满志，实际上已经无意再立新功。这2支部队帮不上什么忙，岳飞面临孤军深入而且兵力分散的不利态势，只能停止全面推进，开始逐步向开封府附近集结兵力。完颜兀术看到岳家军兵力分散，又探知了岳飞本人只带了少量兵马驻扎在郾城，于是不等岳家军集结完毕，兀术决定抢先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这年7月初，经过1个多月的休整，在增添了盖天大王完颜赛里的援军之后，兀术亲率精锐骑兵15000以及步兵10万倾巢而出，直扑岳家军指挥中心郾城。当时岳飞麾下只有备围军和一部分游击军，岳飞深知这必然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以寡敌众的硬仗。他首先命令岳云率领备围和游击马军出城迎敌，临行前又特意交代说，出了城去只许胜不许败，如若不然提头来见。这天下午，小将岳云手舞2杆铁锥枪，领兵飞马直贯敌阵。宋金双方最为精锐的骑兵在这一刻展开了激烈的鏖战。平原旷野吃突冲阵是女真铁骑一直以来赖以生存的绝技，在最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地形进行骑兵会战，这在宋金战争中还是头一次。岳云的马军经过1个回合的战斗，打败敌军1次冲锋以后，又招来了更多的敌军进行第2次冲锋，金方的后续部队也源源不断涌来，形势逐步发展到和完颜兀术全军接战的地步。金军10余万大军已经先后开进战场，猛将杨再兴一心想要活捉完颜兀术，单枪匹马冲入敌阵，击杀金军将士近100名，身中数十枪，遍体鳞伤之后，仍然战斗不止。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刻，战场外突然黄沙蔽日，杀声震天。岳飞亲率一支人马来到阵前，一员将官上前拉住战马，说：“相公国之重臣，安危所系，奈何如此轻敌？”岳飞用马鞭抽了他的手，说了句“非尔所知”，说罢跃马向前，驰突于敌阵之前，左右开弓，箭无虚发。将士们看到统帅亲自出马，顿时士气大增。女真骑兵同样擅长弓箭，然而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得弓箭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至于白刃近战，则更是女真骑兵所短。这边金军铁骑坚韧不拔冲杀，那边岳家军连续交锋几十个回合，同样毫不气馁，不知疲倦。金军惯用左右2翼骑兵迂回侧击，按照宋朝的行阵术语称其为拐子马。这回拐子马遭遇岳家军精锐骑兵，一点点被打得没了脾气。完颜兀术眼见骑兵会战不能取胜，焦急万分之下，马上下令将全身重铠披挂整齐的铁浮屠投入战场。铁浮屠又被叫做铁塔兵，形容重甲骑兵装束的如同铁塔一般。这一次的铁浮屠采用的是每3匹马用皮索相连，堵墙而进，直接正面冲锋。完颜兀术的金军瞬间变阵，岳飞看在眼中，马上号令步兵上阵。他们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这一类专门以步克骑的利器，上得阵去专砍马腿，只要1匹马倒地，连在一起的另外2匹就没法再跑。金军的铁浮屠很快陷入僵局，乱作一团。岳家军大显神威，直杀的金兵是尸横遍野。天色将晚之际，
金军一败涂地，狼狈溃逃。完颜兀术不甘心就这样败给岳飞，2天后再度卷土重来。说这一天飞马来报，金军骑兵大概1000多人出现在了郾城北边的五里店。岳飞当即率领军马出城，命令被围军将官王刚领50余骑前往五里店探查敌情。王刚领人到达了五里店，只见对面金军是一字排开，队伍中间有一员身穿紫袍的金将。众人二话不说，一拥而上，先把这员金将砍死。1000多金军骑兵顿时惊慌失措，各自散去。完颜兀术再度遭遇惨败，虽然不敢再度朝着郾城使劲儿，却仍想着再试吧试吧。于是东拼西凑，集结兵马，来到郾城和颍昌府之间的临颍县，想要切断越界军的联系。这时候的颍昌府有王贵坐镇，岳飞兵力不多，不能立即发动攻势，他估计兀术会掉头攻打颍昌府，于是命令岳云率领一部分被围骑兵绕道击驰，赶赴颍昌救援。与此同时，一方面加速调集兵力，一方面向还在顺昌的刘琦求援。3、2天的功夫张宪等人各领部队先后到达郾城。岳飞命令张宪率领被围军、游义军、前军等部人马，以雄厚兵力挺进临颍县寻找金军主力决战。杨再兴等人作为前锋，领了300骑兵，在抵达临颍县南小商桥的时候，和对方一股大部队不期而遇，金军马上将其团团围困。杨再兴是毫无惧色，率领300骑士奋不顾身冲杀，尝试突围。遗憾的是，对方人马众多，杀退一层又来一层，最后杨再兴和300将士全部战死。金军同样付出了惨重代价，光是被杀的就有2000多人。当时正值大雨滂沱，周围的西涧都注满了血水。事后越界军寻找到杨再兴的尸体，焚化以后收敛出来的箭簇竟然有2升之多，足见当天战事之激烈，杨再兴等人捐躯之英勇。说300人杀了2000多，完颜兀术再无勇气和张宪大军较量，留下8000人驻守临颍，自己率领主力军转攻颍昌府。他这边前脚刚走，后脚张宪的大部队就摧枯拉朽一般扫荡临颍的金军，一路追过县城30多里。就在这天上午，颍昌府那边也展开了大会战。完颜兀术、镇国大王韩常等人以3万多骑兵在颍昌城西列阵，紧接着龙虎大王完颜突合宿、盖天大王完颜赛里统领10万步兵也陆续赶到战场。戍守颍昌的王贵留下统治官董先、胡清守城，他自己和姚正、岳云领兵出城决战。22岁的岳云抡枪纵马，率领800被围骑士率先冲击敌阵，其他人也都依照将令陆续展开激战。双方苦战几十个回合，依然难分胜负。岳云先后10余次出入敌阵，身受创伤100余处，这又是一场以少击众的硬仗和恶战。越界军不论骑兵步兵，直杀的人为血人，马为血马。到了正午时分守城的董先、胡清分别率领踏白军和旋风军2支生力军出城增援，这个战局终于得以扭转。完颜兀术再一次全军溃败而去。颍昌一战，越界军杀敌5000，俘敌2000，缴获战马3000多匹，生擒敌将78名，旗鼓刀剑等等器械物资不计其数。兀术的女婿万夫长夏某某被当场镇斩，副统军年汉伯锦身负重伤，被抬到开封以后不治身亡。完颜兀术10年时间，在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颍昌接连遭遇5次大败，最后的郾城和颍昌更是金军在全得天时地利条件下完全硬碰硬的惨败。垂头丧气回到开封，这个兀术已经毫无还手之力，至于以后能不能招架越界军的攻势，也已经毫无把握。在此之前，金军还没有和越界军正面较量过，这一回算是真正领教了越界军的勇猛和威力。从此以后，金军内部开始流传一句著名评语，说汉山易，汉越界军难呐。岳家军的第4次北伐按照岳飞布置的反攻计划，除了正面战场，还有3支骑兵相继深入敌后展开游击。这些队伍和当地民众密切配合，袭击金军，切断后路，克服了很多州县。其中一路骑兵将领梁兴在给岳飞的报告中这样说道：
河北忠义40多万，皆以越自号其志，愿公早渡河。大河两岸的父老百姓啊，争先恐后，牵牛挽车犒劳义军。金朝自燕山以南号令南行，完颜乌竹仍然想要从北方强行迁军，却已经难以再抓到民夫，一时间不由得感叹说，自打从北方起兵以来，还没有像今日这样屡遭挫折。金军的个别将领啊，已经秘密接受岳飞的启榜，随时准备率部投诚。有个女真千夫长甚至改用汉姓汉名，叫做高勇。素来以汉勇著称的昭武大将军韩常，在颍昌战败以后，不敢回军开封，秘密派人向岳飞请降。大河南北捷报一个接着一个，岳飞是深受鼓舞，对部众们说：“今次杀金人，直到黄龙府，当与诸军痛饮。”宋金双方在这之后啊，在开封府城西南45里的朱仙镇再次展开交锋。刚一接触，金军就已经全军崩溃。在接连遭遇败绩之后，女真铁骑终于落到不堪一击的地步。就在12年前，岳飞被迫跟随杜充离开开封的情景，似乎还记忆犹新。13年前，宗泽三呼过河的呐喊尚在耳畔萦绕。如今光复旧京指日可待，开封高大的城墙、宏丽的宫殿、纵横交错的街巷，对岳家军而言已经可望而可及。读历史知善恶，感谢您收看收听，这里是烽火赵东南慢聊两宋燕云的第20集，片中内容重点参考官修正史。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